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和各位分享我们新的项目啊，SoulJob。不过在开始之前，我也想做一个小调查。我想了解在座各位啊，就是除了矿工之外，有哪一位的那个第一个数字货币不是从交易所购买的？请举下手。只有例子，很少很少。你是矿工啊？对，其实果然很少。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大家其实都已经习惯了从交易所里面购买数字货币，但我们都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都觉得是个很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这个是一定是合理的吗？而且我甚至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奇怪的这么个事情。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我们先看看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 Craig Wright 博士所写的《比特币白皮书》。他在标题里面就开宗明义的表明了比特币是一种现金。如果比特币它是一种现金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它的获取途径就应该像我们现在日常所用的现金一样，是赚回来的，不该是买回来的。我们日常中，我们平常不可能去跑去交易所，然后掏法币出来买一个现金吧，是不是？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今天拥有 BSV 的人口只占全世界人口的不到1/1000，就像屏幕这个小黄点一样。如果 BSV 有朝一日能够被全球广泛接受、被广泛使用的话，那剩下这99.9%的人，他必定会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从没有比特币到拥有比特币。我希望大家想想，如果这些99.9%的人都通过交易所来去购买比特币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奇怪而不合理的这么个事情。因为比特币它是现金，它并不是一个投机品种。我们在交易所里面购买它，只会让它成为一个投机品种。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么个 BSV 普及过程中，应该有很大一部分比例，就是可以让用户他从交易所里面购买，变成靠自己的劳动付出我的能力和时间就可以赚取 BSV。因此，我们就希望建立这么一个平台可以让用户就是只需付出他的劳动和时间，而不需用法币来购买 BSV。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各位，对，我再说一下，现在 BTC Core 一直和我们宣传的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比特币应该是 buy and hold， 但我们认为这个说法应该要成为鬼话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做的，就是我们认为不要 buy and hold， 我们应该要 own and use。这就是我们想和各位分享的项目，就 SoulJob。SoulJob 是一个 C to C 的任务系统，它可以让世界各地的人在这上面发布任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job， 并以 BSV 为本位，让位处世界各地的人可以承揽该任务，付出他的劳动，并赚取相应的 BSV。由于我们在我们这上面做任务，它是不需要用户拥有任何的 BSV 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SoulJob以后能够成为另外那99.9%的人获取第一个 BSV 的地方。我们做这个SoulJob的时候，其实并不想就是复制现有互联网范式下的一些同类型的网站。我们希望在BSV 的新范式下，打造一个新的物种，充分利用 BSV 的特性来打造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并且是诚实的任务分发系统。简单来说，它有3个特点。第一个就是 BSV 为本位币，第二个就是国际化，第3个就是任务上链。我们第一个特点就是以 BSV 为币本位。我们在做我们SoulJob设计的时候，我们就定下了我们的所有的任务的一个赏金，它必须是以 BSV 为币本位的。我们在上面甚至是没有法币作为标价，这样的好处其实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子就可以使得位于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他们的劳动价值就只有一个尺子来去衡量。这样子所有人就可以公平的竞争，
所有人的那个劳动价值都可以只用一个单位来去做评判，我们认为这才是最大的公平。然后第二个，除了劳动价值它可以以 BSV 作为衡量外，我们也认为通过在我们平台上一个又一个的任务被完成了，然后我们BSV 的价值同时也可以就是以我们人类的劳动价值来去衡量，因为衡量的尺度其实是相对的。另外一个以 B 本位做，BSV 为 B 本位做的好处就是那个 BSV 的意义获得性它是非常好的。就以传统的 PayPal 为例，传统 PayPal 为例，它其实比如说一个非洲的一个用户，他如果想建立一个跨国的收款的机制，其实现在是很麻烦的，他需要先去银行开账户，然后第二个要注册 PayPal 的账户，然后第三个还要绑定各种卡，然后但对于 BSV 来说呢，它只需一步，就是创建比特币地址并记下它私钥就完了。BSV 它的易获得性的优势是巨大的，使得在今天，即便在全世界最贫穷的地方，只要人们拥有一个偶尔能够连上互联网的设备，它就可以拥有获取 BSV 的能力。这也是 BSV 作为 B 本位的一个好处。然后我们第二特点就是国际化。我们希望位于不同的国家的人们来到我们收到的时候，我们收到就能够以他们当地的语言来呈现出来，包括整个界面还有整个任务的内容。就为此，我们其实不单翻译了我们界面上的一些文字我们还在用户在提交任务的时候，系统自动的将任务自动翻译成多国语言，这样子其他国家的用户进来之后，他甚至连翻译按钮都不需要点，立刻可以阅读任务内容。我们认为在解决问题上，不该有国界，语言也不该成为障碍。然后第三个特点就是任务上链了。我想先看一组数字。我们收 Job 平台大概进行了大概3周到4周测试。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大概我们有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共同完成了238个任务，其中欺诈类的任务是0，没有。然后纠纷的任务只有1个。其实这是一组令我们很兴奋的数字，因为我们看到了开放、透明、诚实的力量。为了打造这个开放、透明和诚实的系统，其实我们主要做了3点。第一个就是将任务的详情上链，就包括任务的验收标准，然后任务发布者就不能反悔了。然后第二个，我们也将任务的发布者和任务承揽者之间沟通的过程也会储存在链上。然后第三个，我们做了一个多签名的处理，就比如说资金它必须要经过任务发布者、还有任务承揽者，还有我们收 Job 平台方3方里边的任意2方签名，这个交易才可以进行到下一步。就是我们用了一个2:3的一个门线签名方式，这样就使得了资金的安全性，并且是大幅减少欺诈的可能。好，然后我们叫收 Job， 那什么是一个 Job 呢？其实我们上面的 Job 的一个概念跟我们平常所说的工作其实还是有蛮大的区别的我们的一个 Job 其实可以是开发或是设计类的一个任务，它或者是可以是个翻译类的一个任务，它或者是可以是一个推广类的工作，或者是一个问卷调查，或者是一个代购的一个工作，或者是一个测试请求，或者是一个付费问答，甚至是可能我叫我楼下小区的谁帮我做个跑腿工作也可以。简单来说，就我们所说的 job， 它就是一个需要人们付出劳动和时间的，并且以 BSV 做悬赏的这么一个，可以叫工作，可以叫任务等等，都是一个 job。然后我想举2个小例子测试翻译任务是我们平台上最典型的这么一个 job 然后BA 就是比特币协会然后和国内很多的出色的翻译者在上面共同完成了很多的任务。
所以现在 BA 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客户啊，我先谢谢啊。现在大概可能完成了有10几个翻译类的任务。BA 它在我们平台上面和翻译者在进行在线沟通，然后沟通好验收细节，验收好整个的验收标准没问题了，然后翻译者就可以将这任务领回去，然后将翻译好的内容传到平台上，然后BA 协会确认了之后，然后翻译者就可以马上收到钱了，中间是不需要有任何人干预，也不需要有中介。然后我们第二个案例，它是一个代购的这么一个案例。我们平台上有一个朋友，他叫世东啊，他在我们平台上发布了一个任务，是想海外代购的，他是想代购一台 NS Lite， 这个大概是台游戏机啊。然后他的悬赏金呢是3.2个 BSV， 这是我们平台上最大的单笔的这么一个任务啊。然后我们发现，这个任务发布了之后，很快又被另外一个朋友领走了。然后最后这个任务中间，虽然发生了挺多的一个小事情，但最终还是很顺利的完成的。我们看到的就是，即便是这么一个跨国的任务，在没有中介的担保下，也可以顺利完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比特币的力量。好，然后刚才就是收招的一些简单功能的这么一个介绍。其实我们对于收 job 的一个长远目标是希望能够收 job 成为用 BSV 成为全球劳动价值的这么一个标杆。得益于 BSV 的一些特性啊，我们希望无论一个人是什么种族肤色，无论他是身处何地，收 job 都可以开放的让他和全球各地其他人进行公平的竞争。所有人在收 job 平台上，它的劳动价值和衡量标准都只有一个，就是 BSV。都说人人生而平等，但我们认为只有劳动价值的平等才是最大的平等。好，然后在未来我们还会实现这些功能。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增加智能合约的功能。我们所说的智能合约是指利用像Script 这样的高级的 BSV 脚本语言，然后对接现有的 BSV 项目的一些接口，然后就可以完成一系列的自动化的一个任务，就不需要用户再点确认按钮。这样子我们收 job 的任务类型就可以更多了。然后第二个，我们还想增加一个增强 ID。增强 ID 简单来说就是希望能够在上面呈现出用户过往在我们平台上或是在其他平台上的一个信用程度，让别人可以很清楚的、很简单的能够知道这个人靠不靠谱。然后第三个就是区域指定任务。这个简单来说就是我希望以后我们小区的小朋友，他平时没事干的时候，可以拿起我们的收 job， 可以看一下他周边小区有没有什么一些简单的任务，他可以去做的就由此可以赚一些外快。然后第四个就是定期的任务。配合上智能合约之后，我甚至是希望以后人们的工资可以在我们收招商平台上进行发放。好，我们认为收 job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它可以让没有 BSV 的用户，他不需要用法币来购买 BSV， 他只需要付出他的劳动，只是付出他的时间，就可以有尊严的获取他第一个 BSV。这就是我们收 job 的目标，就是想专注在 earning 获取的这么一个领域啊。当然，我们认为就是赚取其实还并不够的，赚取只是第一步啊。然后第二步，其实我们希望用户在收 job 上赚到的 BSV， 它可以能够花起来。因为刚才也说了，其实比特币它是现金它就该花起来。就当然，我们希望比如说用户在我们收 job 平台上能够赚到他 BSV 之后，能够也可以在上面悬赏平台，悬赏他的一个任务。简单来说，就用 BSV 可以购买别人的一个劳动时间，对吧？然后第二个，我们其实也希望用户能够很快的可以用他赚取的 BSV 去他家楼下的小区的便利店里边用 BSV 来买食物。
这个也是我们团队正在做的一个项目。我们团队其实现在还正在做另外一个项目，是专注在 use 的层面。这就是我们收配的项目。收配它是一个专注在 BSV 的支付的这么一个项目啊。我们希望能提供线上线下的一些支付工具，还有支付的POS 机等等。我们甚至提供了专用的 POS 机，可以给商户他快速的开展 BSV 的一个收款业务。我们希望是利用 BSV 的一些充分利用 BSV 的优点，比如说是点对点交易，比如说是 SPV 钱包等等，来打造一个面向70亿人的线上和线下的支付系统。这个就是我们收 Pay 的这么一个收 POS 的这么一个背景啊。然后我们收 Pay 呢，现在大概已经是进行了3个多月的一个苦逼的开发啊。然后现在基本上是也有一个演示版本啊，就是在门口我们那个小摊位里边，也可以体验我们收 Pay 的一个设备啊。我希望会后大家有空的话，可以体验一下整个 N and Use 的闭环体验。然后N and Use 这个模型它是如此的重要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投身其中，推动整个 N and Use 这个圆转起来。这个需要大家就是能够将 BSV 能够用起来，能够将它当现金来去花。但我知道大家都很看好 BSV 啊，包括我也是，所以可能很多时候可能也不舍得花 BSV。因此，我觉得建立我们赚取的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想想为什么我们平常愿意花现金？因为我们可以赚现金回来啊，对不对？只要我们能够建立 N 领的能力的话，我相信我们就在花 BSV 上面就是没有什么难度了。在此建议啊，我有2点建议，一个就是去 build， 就是去开发 BSV 项目啊，然后利用 BSV 项目来去赚取 BSV。然后第二个，对于没有 build 能力的用户，他其实也可以去积极参与 BSV 的一个任务，BSV 的项目的使用中去啊。比如说，欢迎大家在会后积极使用我们收招平台啊，在上面可以赚取 BSV， 利用你们空余时间，利用你们的一个专业技能，在你们不影响现有生活情况下，其实都可以赚不少的 BSV。当你们赚到 BSV 之后，然后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毫不吝啬的花出去，这样子才可以推动整个 N and Use 的轮子能够转起来。好，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收 job 的2维码，欢迎各位就是去体验，然后去领任务，然后今天也和 BA 合作建了一些任务在上面，欢迎大家去体验啊，欢迎大家去薅羊毛啊。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